来，今天咱们玩星之碎片出品的这款鲨鱼爱辣椒，盒子其实还是挺大的，这个包装竟然比之前的卡布达大那么多。纸品一张开页的说明书，变形结构因为非常简单嘛。配件内容有一兜替换眼睛，可以摆出鲨鱼辣椒不同的表情。另外的这个流道上边是手指的备用零件，如果说哪个零件丢了或者损坏了，可以剪下来替换。更换眼睛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的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脑袋撬开。顺着里边这里可以看到黄色的2根插桩，把它往出推一下，就可以直接嵌上这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哈哈，哎，你别说，换上的这个样子还是挺好看的，而且非常还原剧里边的那种感觉。另外呢，标志性的潜水眼镜这回也是有的，可以把它抠下来戴上，一个软胶的材质。里边的这个镜片透亮度也是可以的，顺着镜片里边也可以看到眼睛，就很有那味儿了。嘴巴的下颌这里可以稍微活动一点点，而且标志性的大牙刷就可以擦。哎，怎么反派都爱刷牙呢？整体的造型还原度方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拿起来很重啊，挺有手感的。身上有一些合金的零件。包括尾巴这里也有多段的活动关节，在鲨鱼辣椒小可爱的情况下，胳膊这里、肩膀是齿轮关节，可以来回的活动，前后是转轴啊。而且这一块里边也有这种一轮一轮的刻画，还原出来了剧集里边那种穿着皮套的这种活动关节轴。小短腿其实还可以折到90度前踢，侧举也没问题，左右也有旋转。并且这个大拇指也是可以活动的。鱼鳍胳膊的部位，根部也有一段旋转的关节，可以稍微打开，大概40度左右。腰部左右活动有一定的范围，并且 Z 字折叠的2段关节，所以也可以进行一些弯腰。那我们也是进入超级变换形态。第一步，这一块鱼鳍往回推，推平。打开后方这一块的盖子，外侧的这一个尖儿180度翻过来，拳头在这里面，把它往出旋转。注意手指的位置，这里边会有一个卡的锁，把它结合锁上，然后盖上这一块的盖子。腿部变形，打开这一块盖子，中间这里有插合的位点，根部的这个活动轴是合金的零件，完全延展开。顺着这里边旋转180度展开，然后再从膝盖的位置横转180度。变到这里，注意腿里边还有一个支撑的脚底棍子。其实这一块变不变形无所谓，它站立的稳定度还行。不过已经设计了这个，还是把它转出来。然后这里双关节再回归，扣子结合，那腿里边就没有窟窿了。最后人形的大脑袋通过这里拉出来。Z 字折叠，把它贴过来，牙齿往回压一压。脖子现在是一个缩短的状态，我们往下按一下，就可以把它立起来了。其实胸口脖子这一块的处理呢，相当于咱们那个门上边锁荷叶的那个推拉弹簧，按一下缩短，再按一下抬高。哎，这个做法就很聪明啊。然后鲨鱼辣椒超级形态变换完成。可以说这款的变形过程是非常还原原著的，而且最后完成的身高到头顶来到了25公分左右，如果到鲨鱼嘴的最高处30公分，不小的一个尺寸。我们来看细节，头雕的还原度做得非常不错，分色的处理以及该有的一些涂装细节，包括眼罩这里的鲨鱼牙齿都有刻画出来，非常漂亮。头部来回的旋转没有问题，肩胛这里可以独立的展开，平举齿轮关节可以举到这么高，360度旋转没有问题。稍微的让一下后边的鱼鳍部位，二头肌左右可以旋转，胳膊肘弯曲这一块只能折到大概45度的距离啊。手腕左右可以旋转，全指可动手。腰部刚才我们也看了，这里有弯腰的关节，拉开以后左右旋转。才不会阻挡。胯部前踢可以踢到非常高的幅度，因为这个关节坐在了裆部的前面。后踢的话，幅度就很小了。
只能折到这么大。侧抬腿90度没有问题，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，另外膝盖这里变形需要也可以旋转，腿部内侧这里没有明显的头胶空洞，膝盖齿轮关节撇到90度没有问题。并且脚底下其实是有一定的接地幅度的，它这里有一个转轴啊。另外，因为有延长脚跟的存在，所以即使背上鲨鱼背包这一块的站立稳定性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背后有一个 C 型的咬扣，可以把鲨鱼的背包拆下来。顶部的鱼鳍这里边有一个 C 型扣，拔出来，上边的剑刃立正，就可以把它握在手里。没有什么插扣啊，只是靠这个指节的力度去握持，所以这一块握的不算太紧，倒是正常摆放的话也不会掉下来。只是不好的点在哪呢？它中间这里没有插扣，而且是一个圆装，所以呢，当你横着举过来的时候，这一块容易掉下来。摘下来的背包也可以跟这样挂在手臂上面，虽然没有什么扣子啊，但是这个孔洞正好把这一块的鱼鳍翻在里边，就可以实现出来。狙击力，哇，把这个投射出去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这款鲨鱼辣椒不论是变形还是双形态的一个还原度，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很还原剧集里边当时鲨鱼辣椒超级变换形态的一个过程，并且腿内侧这块堵着的盖板不会暴露任何的孔洞，身上的一些关节处理也是非常到位的，甚至在小可爱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一个不错的活动范围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包括身上的涂装处理、细节点缀，而且脑袋这一块的伸缩机构算是这一款变形设计的亮点所在。星之碎片这家的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，上一款铁甲小板同样100来块钱，配件相当丰富，而且还原度了、变形了，在各种方面的细节来说都算得上是可圈可点，尤其还处在这个售价的情况之下。而这一次的鲨鱼辣椒，我觉得会比上一款的卡布达在各方面的表现素质来说更加的优秀啊。虽然说跳票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，我个人感觉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当然，身上还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，比如说武器插在手里边，我觉得应该再加一个插扣啊，能固定一下就好了。再有漆面涂装的这些品控上边，如果能再加强一下就更好了。银色的漆面可能镜头里看起来补完光以后的效果很好，但多多少少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划痕，这个也算是吹毛求疵了。所以呢，稍微的调一下。其实整体的一个表面处理，亮亮的质感，特别的漂亮，而且相当不错的还原度以及这些童年情怀的加持。最关键的还是刚才我们说的100来块钱，已经能给到这个素质了，其实也就没必要挑剔太多了。总的来说，童年的回忆杀相当值得推荐的产品，性价比极其的高。那么这一期咱们也就玩到这儿吧。